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这一系列是谈跟自恋型人格疾患相关的一些问题还有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自恋型人格呢，它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一样先跟大家提醒，我们这个频道呢是跟心理有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我们未来一有新的影片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感谢。那很多人都在问哦，就是所谓的自恋型人格是天生造成的吗？还是后天学习来的？那其实呢，我们在很多的研究上面呢，发现其实所谓的临床研究并不多，对于针对所谓的自恋型人格它所造成的原因并不多。那有一个部分也是因为来自于人格疾患这个部分，它的形成它并不是像所谓的病理的方式的可以去追溯，所以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人格的形成，我们必须要到成年，也就是18岁以后，我们才能够做这样子一个诊断。那所以在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发现研究方面是相对少的。那但是呢，也有跟大家整理一下一些目前临床上面的研究有哪些发现。首先呢，在第一个部分，天生，我们发现了在基因方面呢，它大约有大概45%到60%左右。也就是说呢，你的父母如果有自恋型人格疾患的话，孩子也有很高的几率是有可能会有自恋型人格的倾向哦。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有一个研究发现呢，就是自恋型人格他们的大脑构造跟其他人是有一些不同的，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不同，导致于他们的社会行为会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并不普遍，所以导致于呢，这些研究的那个结果验证出来的方式，发现没有所谓的完全一致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呢，到目前也还没有完全确认这是一个确认的一个理论。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环境。那环境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最常讲的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可以看到很多有自恋型人格的人，他们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从小也许是因为接受到非常多的赞美，也可能是接受到非常多的批评。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让他们对于就是批评啊，或者是赞美变得非常的敏感。加上呢，如果父母又是比较没有同理心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呢，这样子的孩子对于就是外在的赞美啊，还有他们的能力啊，会特别的在意，而不是自己个人的一些特质。他们会非常强调所谓的成就，也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自恋型人格的诊断当中有一个部分是他们非常在意自己是不是非常 entitled，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特殊的 VIP 的待遇之类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些东西是会比较在意的，然后也会特别的在意所谓的成就或者是达到某些目标，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外显的一些部分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在一些自恋型人格的人身上呢，也会发现他们在过去也许曾经被精神虐待或者是情绪忽略，也就是 emotional abuse or emotional neglect。那这个部分呢，比较偏向是说，你可能会常常会被父母批评，或者是 evaluate，就是评价。父母会常常再去看你做的事情好不好，然后会只注重在你做的好不好的部分，然后有没有做到完美，有没有做到理想的部分，而忽略掉你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又或者是你做的那些部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你有没有达到那个最好的那个点。而因为常常被这样子评价，所以就会产生孩子只会在意到自己有没有达到那个完美的一个状态，那这也会让孩子形成比较有自恋型人格倾向的一个部分。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比较不稳定的 parenting style， 就是亲子教养的方式。那有些呢会发现呢，有些父母他们可能是非常非常的 hands down， 就是很权威式的，然后什么事情都要管得很细。那因为这样子呢，你就时时都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压力在，觉得自己凡事都要做到很好。那也有那一种就是完全不管、完全不理的那一种。
那因为得不到父母的关注或者是关心的孩子呢，其实反而会特别更加努力的想要去做些什么，得到父母或者是对方的关注，导致呢他们会很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anything to get your attention。那就是到最后会变成常常都是有一种 attention seeking 的行为，那这就是一个自恋型人格其中的一个行为特征。所以当父母是非常严格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极度的想要表现自己是完美的状态，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批评，又或者是父母完全不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断做任何的事情来去得到一些关注或者是赞美的部分，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自恋型人格的倾向。下一个呢，就是有可能是后天学习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的父母有自恋型人格的话呢，孩子可能会有，这可能是因为基因遗传，当然也有可能是后天观察学习，也就是当你的父母是自以为是，然后到哪里都觉得我是花钱，我就是大爷，你应该要对我就是毕恭毕敬，然后对人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孩子也很容易会因为这样而观察学习，开始对人就是颐指气使，然后非常的没有礼貌，也没有任何同情心，又或者是孩子在跟父母相处过程当中，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父母自己本身不知道怎么样调节自己的情绪，又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 identify emotion， 就是去指出现在所经验到的情绪是什么的时候，父母也很难帮孩子去认清楚他们现在你现在所经历到的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玩，所以你觉得很挫折，你会感到很生气，这是正常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父母没有办法去帮孩子去认清楚他们的情绪，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孩子调节他们的情绪，相对的，他们的成长跟经验里头就没有感觉到所谓的同情心，那他们也就没有办法有所谓的同理跟同情的部分。那所以在跟人在情绪的管理或者是对别人的那种同理的部分就会非常的缺乏。那这也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自恋型人格倾向的人，他们在同理的部分是非常弱的。那最后呢，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其实自恋型人格的人呢，我们其实在临床上面、工作上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有很大的部分，你会看起来他们好像非常自大、非常的自信，但其实他们的内在其实是非常的脆弱，也其实很多时候是比较没有自信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解释的这个部分，就是成长的环境过程当中没有给他们适当的一些同理或者是认可，或者去看见他们的努力，或者是去看见跟接受他们不够好的地方，让他们觉得他只能呈现某一个样子，而导致他们觉得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其他的就是很糟糕。那也因为这样比较容易会呈现有一个那种自恋型的一个倾向，在这样子的人格倾向的人